不知道为什么历史很喜欢考所谓的第一个，比如说第一个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帝国的是哪一个国家？很多人都会直接想到亚历山大的丰功伟绩。不过这是陷阱题，可别忘了居鲁士在并吞富裕的黎迪亚王国后，领土就已经拓展到了地中海东岸，而他的儿子冈比西斯又征服了埃及，紧接着大流士一世又镇压了希腊城邦的叛乱，因此波斯才是第一个建立起横跨三洲的帝国。大家好，我是克里夫。亚历山大的征服结果创造了史上第二个横跨三洲的帝国。上一集有说他继承了波斯帝国的两大遗产：先教与普世主义。尽管如此，他的帝国还是跟波斯有些区别的。首先是他将希腊文化强力外送到领土各地，哪怕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是以中庸与平衡之道闻名，亚历山大却好大喜功，甚至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好几座城市。一开始东征时，亚历山大打出的名号是替希腊人报仇，所以才会去找波斯人的麻烦。而他所征服的地方几乎都是用希腊人来取代波斯人，成为当地的总督，同时又迁入大量的希腊人作为移民。不过后来他也发现这样强横的统治无法长久，因此后来他又穿上波斯人的长袍，以讨伐波斯篡位者的名义，继续攻击波斯的残余军队。此外，他也清楚知道帝国的权威无法建立在憎恨或敌视统治者的基础上，所以他也鼓励民族融合，更身体力行，娶了波斯帝国的贵族为妻子，也就是巴克特里亚的罗克珊娜，并在婚礼上与她共同分享一块面包，以示尊重当地的习俗。不过在亚历山大病逝的时候，他们的儿子还没有出生哦，所以庞大的帝国便分崩离析，被他的将领们给瓜分成4个大国。色琉古占领波斯、美索不达米亚与叙利亚，利西马克斯掌控了小亚细亚与色雷斯，安提柯在马其顿，托勒密掌管埃及、腓尼基与巴勒斯坦。至于希腊呢，各个城邦组成了2个城邦联盟，一直到西元前146年被罗马帝国取代为止。尽管这4个大国之间互相打来打去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商业贸易。本来希腊人就是个很爱贸易的民族哦，在波斯帝国强盛的期间，他们的贸易很容易受到各地总督的阻碍。但亚历山大打通了整个贸易路线后，商业网络便兴盛起来。此外，波斯时期开始使用的金银币也成为后来国际货币的基础。再加上各地银行与市场的出现，也让买卖交易更加方便。随着亚历山大的武力拓展，希腊人总督与殖民统治，各地发达的贸易网络，伴随而来的就是希腊的文化、艺术与思想了。不过，希腊化时代的艺术与文化，大部分都是以希腊时期作为基础，继续发展到极致。因此，要了解这个时期的文化成就，就得追溯到希腊时期。如同我们在第14集所说的，希腊在数学、医学、文学、艺术，当然还有哲学，都有很高的成就。所以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吧。先解决我最不擅长的数学。之前有提过，希腊时期的数学家首推毕达哥拉斯，除了我们一定要背的毕氏定理之外，他还把数字分门别类，像是奇数、偶数、质数等等。而到了希腊化时代更进一步发展，最有名的希腊化时代数学家就是欧几里得，他所写的几何原本，一直到19世纪以前都是研究几何学的基础。书中先确认了基本定理，之后探讨推演几何与代数、圆与角、比例、数论等等。还有一位数学家也很有名，那就是阿基米德，他发明了积分。另外，他也把物理学从哲学的领域给脱离出来，所以阿基米德也被视为是物理学家。他不仅在泡澡时发现了浮力，还非常喜欢透过实验来理解科学原理，并以此发明了杠杆、滑轮与螺丝等等。他的各种发明被后人视为古代最伟大的发明家，那就更不用谈给他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这句豪言壮语了。再来是医学方面，在希腊时期，波西克拉底被称为医学之父，
他认为所有疾病都有一个原因，如果没有起因，则什么病都不会发生。因为这样的推论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，同时他还改善了外科手术。虽然他有崇高的声望，但最大的败笔则是帮病人放血的治疗，以及他的4种体液理论。他认为人生病是因为体内的黄胆汁、黑胆汁、血液与痰过多所导致的。到了希腊化时代，医学有了更大的进展。赫罗菲鲁斯或许是第一位对人体进行解剖的学者，并以此对大脑进行详细的研究，判断出人脑是我们的智力中枢。此外，也发现了脉搏的重要性，透过脉搏的跳动，了解血液是由心脏运送到各个部位。因为解剖学的发展逐渐成熟，后来又有位学者发现了心脏瓣膜，并区分运动神经与知觉神经。果然，把人一剖开，就能了解更多人体内部构造的组成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时候的医学家才能反驳波西克拉底这位医学之父的放血治疗理论。讲完了数学与医学后，接着我们来看文学的部分。希腊时期的文学，首先是被荷马史诗所影响，加上黑暗时代的背景，让悲歌得以流行。之后，随着城邦的兴起，文学发展到高峰的表现是悲剧的演出，但可能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悲剧不太一样哦。演员很少有动作，反而是戴着面具朗诵着那些听众早就耳熟能详的戏剧故事。希腊悲剧的创始者是埃斯库罗斯，写过80几部作品，目前流传下来的只有7部，主题多半是犯罪与惩罚。而最伟大的悲剧作家则是索福克勒斯，作品有100多部，以爱好和平、推崇民主以及同情人类的缺点作为创作核心。而比悲剧更难呈现的喜剧，则有一位阿里斯托芬的作家，他擅长讽刺当时的政局与战争，也嘲笑那些追求帝国主义的政客，还有抨击诡辩学派。此外，当然不能不提2位史学家。首先是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，他周游波斯、埃及、意大利与希腊，写下了波西战争的历史。而另一位则是修昔底德，他以考证作为撰写的基础，排除了传闻和故事，客观写下了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。但他被更多人所熟知的却是名为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术语。到了希腊化时代，受到当时社会背景影响，使得戏剧与田园诗比较突出。因为这个时候的艺术已经失去了内在创作的精神，反而成为各个城市之间交易的商品，以及让王公贵族炫耀的奢侈品。所以也就不难想象，原本在希腊时期以悲剧为主的戏剧，到了希腊化时期转变成讽刺社会的喜剧为主。田园诗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诞生的。有名的田园诗人提奥克里看不惯当时人们要膜拜统治者，穷人住在拥挤的贫民窟，所以才写出这种遁世主义的田园诗歌。但也因为他开创这种题材，而影响到后世不少创作者。而有别于希腊时期的2位历史学家巨擘，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学家就比较少人知道，但他提出的理论也十分有趣。他是波利比奥斯，他提出的历史是以循环的方式发展，每个国家都会经历从创立到兴盛，最后衰亡的阶段。因此，只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，就能够推测出它的未来。再来是艺术的部分，整体而言，希腊时期的艺术风格是朴素简约的，同时也带着庄严与平衡的和谐之美。这可能是受到中庸的思想所影响。另外，受到诡辩学派的影响，他们也十分强调人文主义。尽管多数雕像都是在雕刻神祇，但希腊的神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利益而存在，同时也有7情6欲，因此歌颂神祇其实也是在歌颂人类自己。简单来说，希腊时期的艺术发展可以分成3个时期。一开始是受到埃及影响的古风时期，雕刻比较僵硬死板，接着到西元前5世纪左右发展到成熟，朴素与庄严的雕像取代原本的直硬线条，最后到西元前4世纪发展出了新的特色，各地的艺术家展现出更多的写实主义。另外，从建筑风格也可以体会出他们的简约。希腊的寺庙都是用简单的列柱加上屋顶构成，
没有多余的构造与浮夸的装饰。到了希腊化时代，原本的对称与简约走向了富丽堂皇。我们从原本的寺庙的列柱可以看出来，原本的朴素风格慢慢走向华丽的柯林斯式风格。而最夸张的表现形式，当然还是埃及亚历山大港的灯塔，高400英尺，由下而上逐渐缩小，顶部由8根圆柱支撑塔顶，同时也是被列为古代7大奇迹之一。如果说希腊时代的雕刻是追求朴素与简约，那么希腊化时代的雕刻就是强调不受拘束的写实华美。可能是受到总督与贵族们的赞助，雕刻家会尽可能的展现出人物脸部的皱纹、肌肉的条理以及复杂的衣服皱褶，像是垂死的高卢人、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等等，好让这些赞助者们能够以收藏品来向人炫耀。最后，还是让我们回到哲学。之前我们说过，希腊时期的哲学从米利都学派开始探索宇宙的本质，到德谟克里塔斯发展出原子论的学说，由外而内，外在宇宙与物质世界有了解答之后，他们便开始研究内在的精神，并随着民主制度的兴起，自辩家也就是诡辩学派开始到处演讲与辩驳。而当一个理论或学派走到极致，当然就会出现反动思潮，这也就让希腊三哲人的诞生铺上了红毯。苏格拉底反对诡辩学派那种以个人利益为优先的主义，开始不断反问与追求正义与真理。柏拉图继承老师的衣钵，更在精神的层次上打造了一个理想的国度。而亚里士多德则是在内在精神与外在物质之间试图去寻找平衡，达到中庸。随着亚历山大的征途、战争与重建在各地上演，所以希腊化时代的哲学有一个大概略的特征，那就是要找到一种能够让人从困苦中解脱的理论。原本朴素的公民能透过民主制度获得心灵的满足，现在被专制的总督或君王统治，那就得找另外一种方法达到内在的富裕。以此背景，首先兴起的是西元前350年左右的犬儒学派，代表人物是蒂欧尼根。他们主张我们应该像动物一样过着自然的生活，远离奢华的物质享受，回归到清心寡欲、自我满足的社会，有点像是中国的道家思想。接着是两个有点相似的学派，创始人都住在雅典，时代也都在西元前300年左右，那就是伊比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。这两个学派都是属于个人主义与重视物质的流派。另外，他们也都受到亚历山大的普世主义影响，认为世界大同，希腊人与非希腊人其实都是一样的。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是芝诺，受到犬儒学派影响。斯多葛学派也认为人类应该要顺应自然，但不同的是，他们认为不用脱离社会与物质，因为参与社会运行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哦。而整个宇宙是一个有秩序的整体，它朝着至善的方向前进。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不幸是一种必然的经历，人们只能够接受它，哪怕你想要反抗，也无法反抗命运。因此，像是战争啊、奴隶制度啊等等的，虽然斯多葛学派十分厌恶，但也不会去干涉，因为这都是宇宙朝着至善前进的过程。而我们只要内在的心灵是自由的，即便身体受到束缚，也没有什么关系。虽然听起来有点消极啊，但斯多葛学派同时也带给我们平等、和平与人道的观念。而伊比鸠鲁学派则是继承德谟克里塔斯的原子论，认为物体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所组成。不过他们却否定了原子论中的宿命论，他们认为原子是可以跳脱原本的运行方向，而跟其他的原子结合的。而这种理论让他们摆脱了命中注定的概念，也是他们跟斯多葛学派不同的地方。为了达到至善并让心灵平静，伊比鸠鲁学派认为要先消除恐惧，尤其是对于超自然的力量或是不可违背的命运这种恐惧，这是精神上痛苦的根源。所以我们得研究哲学，了解灵魂不能脱离肉体而存在，世界的运转有它的规律，神奇不会也没有空理会尘世间的俗事。因此，
也就没有必要去害怕他们。而这种消极与发展，并有了怀疑主义的诞生。大约在西元前200年左右，更是达到了高峰，认为我们的感官会欺骗我们，所以没有一定的真理，也无法对抗超自然的力量，或是达到真正的心灵平静或满足。而一旦我们认清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，便没有了追求，人们便能逃离政治的漩涡以及各种社会问题。总结来说，希腊化时代的政治从原本的民主走向专制，生活从朴素走向奢华，哲学从探究一切真理走向遁世与消极，艺术从对称简约走向富丽堂皇，文学从历史悲剧走向讽刺喜剧。不过医学是进步的，数学更是再上一层楼，更把物理从哲学的殿堂中脱离出来，打造了蓬勃的科学时代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希腊化时代的发展与延续，替希腊与罗马之间扮演了绝佳的缓冲角色，让古罗马人能够继承、延续，甚至继续发扬古典时期的思想与文化。不过，这些当然又是另一个故事了。同时也带给我们平等、和平与人道的观念。而伊比鸠鲁学派则是继承莫德克里斯塔，德莫克里，好，再一次。而伊比鸠鲁学派则是继承德莫克里塔斯，没错，德莫克里塔斯，好，再一次。而当一个理论或学派走到极，好，而当一个理论或学派走到极致，当然就会出现反动思潮，这也就让希腊三哲人的诞生铺上了红毯。苏格拉底反对诡辩学派，以个人利益为优先的主义开始不断反问。对，没错，好，苏格拉底，好，重复。苏格拉底反对诡辩，再一次，突然卡卡。